你等了10年，我送你一个如期归来的弟子缘，你可还满意？会不会失望？我真羡慕弟子缘，他有太子等他10年，还有那么温柔又疼爱他的明熙哥哥。不过，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，他有的我也会有，他没有的，我一样也会有。你喝多了。母亲，你也喝一杯。我第一次喝酒，原来这酒这么好喝啊！你别喝了。母亲，我尝过了甜，我就不想再吃苦了。我想成为真正的弟子缘，大晋的太子妃，京城中最让人羡慕的女子。眼下帝城人倒也算安分。最近几日，他待在元水阁里，并无迎来送往，日日抄写佛经。我儿时却没有这等爱好，不过10年青灯古佛，也确实由不得他。皇宫是何反应？毫无反应。韩月、安宁至今未去见他，太后则力主古婉莹参与选妃，焦灼之下，竟风平浪静。如此，看来韩仲远的后手马上就要来了。没错，韩仲远不喜帝家女，可以更容不得古云年之女入主东宫，他会物色更有利的人选。左相的意思是，让北秦也参与选太子妃。陛下，北秦与我大晋边境接壤，纷争不断呐。自帝家勾结北秦，全族被诛之后，我大晋与北秦通商交好，使得边境安宁。可只不过什么？依臣所知，北秦自前年起旱灾严重，边境纷争复有加剧。若此次能借太子选妃之事，缓和两国邦交，避免纷争，对我大晋及子民，未尝不是一桩好事。继续。北秦的莫双公主正值韶华之年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也与太子极为相配。好，那就宣诏请北秦公主参选太子妃。更多人参选太子妃，反而会分散大家对你的注意力，也就更安全。只要有假的弟子缘在，无论谁看我都是一介水匪任安乐，垂涎太子的美色和权贵，直奔太子妃而来。谁会知道我才是真正的弟子缘？子远，子渊，
帝子园这个名字如今听起来如此陌生，明熙哥哥。但这名字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在靖南的日子。子远，你还记得靖南的长丝花吗？是我父亲为母亲种的花，小时候花园里看若漫天繁星，只是入这京城之后就再未见过了。复仇之师事关8万人的清白，我们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，既不知成败，也不知此生命归何处。至于这长丝花，更是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了。明熙哥哥，我先回去了。好。子远，小时候你问我，是帝家的人还是你的人，我的心意从未变过。究竟在想什么？殿下，您自言自语啊，这没理由。自愿归京，唯一登门的就是他的旧卫骆明熙。他受了莫大的折辱，改命下山，现在在京城有一个人苦苦伶仃。那殿下为什么还不肯去见他？我们之间已隔了太多。若想韩帝两家彻底和解，那你与岱山那位成婚，便是最好的选择。所以太子妃必然是帝子园。太后可是有消息，要宣我入宫了。你抄再多的佛经，也是讨不到太后欢心的。我既不是权倾朝野的忠义侯之女，也不是金尊玉贵的北秦公主。一个罪臣之女，除了能诵一些自己手抄的佛经之外，还能如何？过去的旧事，今日可温习过了？背了10年，早就熟记于心了。连与他最亲近的骆明熙，不都没有起疑吗？朝堂中人深不可测，你切不可掉以轻心。母亲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我抄完这份便去背。如今太子殿下非我不娶，与他自幼交好的骆明熙也对我照拂有加，只要我讨得陛下和太后的喜爱，太子妃之位就非我莫属了。你不要再觊觎不属于你的东西了。可岱山上的10年囚禁，和如今的奚落和轻贱，就本该属于我吗？帝小姐，太后宫里来人了。这一局你的奇峰诡道，虚虚实实，下得不错。然而比起大人，还是棋差一招，最终落得满盘皆输。要是帝承恩啊，有你一半的悟性，我也就安心了。
或许那位棋艺不高，并非悟性的缘故。千月阁的消息，他将这些时日手抄的佛经送去了太后宫里。那这么看来，他所图的不仅是自由。母亲，太后派人前来传话。太后夸我字好，要我为新建的刑部大牢题字。她终于认可我了。你可知道刑部大牢是由靖安侯府改建的？靖安侯府荒废了这么多年，现在不正好是物尽其用的时候吗？你如今是弟子园，靖安侯府是你的旧居。想当太子妃的时候，我不是弟子园；想题字的时候，我又是他了。母亲，眼下太子殿下迟迟不来见我，太后也因我身份作此刁难。万一我夹在中间，两头得罪了，我就要重新被遣回岱山，从此我就永无下山之日了。您再看看，马上过一下啊！将军，你怎么了？北秦人来了。北秦公主参选太子妃，这应该是先前的时辰。大晋北秦虽止戈，但不慕至此还甘愿俯首参选。你对北秦的消息倒是灵通。我随将军驻疆，耳濡目染下，自是对北秦上心。是吗？是的。你也是言过其实。北秦诡诈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听闻他病了，你还推脱，不肯见他一面。你对他也是狠得下心呢。你觉得他是真的生病？靖安侯府改建让他来题字，如此作践于他，相比改名有过不及。所以如今朝臣上奏，此事算是暂且结果。只是若非子元非要给太后送些佛经，也不至于引火烧身。不过我是没资格说什么。当年若不是我将帝家旧件献给陛下，如今我哪有资格坐在这儿跟你促膝长谈呢？是不是？经历此事，我反而确信，他心性即便10年磨砺也未改变，改名也只是一时权宜。他到底是不能跟这弥天血债和解。我听你这话暗示颇多啊，你是觉得我骆家的归顺也是权宜之举，并非真心实意臣服于当今的陛下吗？你我皆是局外人，与他的亲历，岂可相比？看来殿下因此怯于见他。其实你当初将他保下来，已属皇家厚德仁慈。如今倒实在不必将太子妃允诺贯彻到底。骆明熙，你在激我。我对子元从来不语，只是眼下他已归京，我更需筹谋周全，好保全他的太子妃之位。如何去做？接下来宫中将举办选妃大宴，在这之前，他若是能不惹人注目，一切便能水到渠成。如何哀悼？
是啊，度日如年。但我若迫不及待，他必成众人眼中钉。殿下派去的暗卫，可也拦不住太后的懿旨。我的暗卫，似乎总是派的不够妥当。只是安乐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既对北秦求亲置若罔闻，又不去看紫园，你心念着被一钩记起的，不就是他吗？骆明熙啊，骆明熙，凡俗之情，离太子妃之位总是最远。我不是说我对他动情啊。你不用跟我解释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眼下选妃纷争，毕竟关乎江山社稷严根，人人都想入这个局，人人都有图谋。你想想，若是你因各种顾虑不愿意出面的话，他便不在风口浪尖之上，也有可能被有些人溺于水面之下。人心呐，从来莫测，多考虑清楚吧。日头这么烈，骆明熙，你大可不必送我。是骆大人。不过太子殿下还是如此细心呢。这京城向来此时日光最烈，今年看来又是干燥苦寒一起扎堆到来，但此时却是晋南长此花开的最好时节。靖南从无严寒，不似京城，只是你我常年身在此地，也早应该习惯了。你这几日记得添衣。有劳挂念。你在做什么？起风了。看来这京城的风波漩涡，比想象中来的还快。殿下，快回去吧，待会儿有大风雨。请。伞给你了，记得还我啊。太子殿下，好像要下雨了，让我搭个车吧。殿下，你刚迎来帝小姐，眼下又多了位北秦的太子妃候选人，可是欢喜的紧啊！任安乐，不要胡闹，我至今还未见紫园一面。殿下这么说，难道是在向我自证清白和决心？那安乐可要心领了呀！你眼下又多了一位北秦公主，我深知大晋太子婚事即国事。只是如今，却也实在为难。哎呦，好大的雨啊！哎呀，太子殿下嘴上为难，人还是主动的倒向了安乐这边嘛。把水擦干。我是怕你因风雨着凉，大理寺事务无人打理。
又1年了，若不是这幅画，哀家都快忘了你的音容笑貌了。13年前你离去时，也是这种糟糕透顶的天气。当时我就在这里苦苦的等，谁知道等来的却是你的遗照。如今连帝家孤女都下山了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善待她？为了帝家那个女人，你一向最是偏袒他们，可你从未惦念过我一分。说来，帝承恩近日有何异常啊？他虽侥幸逃过题词，但诵的佛经倒是比之前更认真了些。哼，究竟是虎是猫，哀家还得亲自瞧瞧。这是什么？难道有人潜入我房中？帝小姐，什么事？帝小姐，太后娘娘传来懿旨，让你过去见她。太后娘娘愿意见我了，想必是对我的字很满意。皇家这道门，终究还是为我打开了。皇祖母一定会为难紫渊的。紫渊是这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。帝小姐呢？被太后召进宫去了。哀家一心礼佛，倒是忘了你还在这儿跪着呢，委屈你了。起来吧。太后能见承恩，是承恩的荣幸，跪再久都不会有怨言。今日哀家把你叫来，你可知今日是什么日子？今日是太祖的忌日。承恩这些年一直在岱山上手抄佛经，一是为了太后祈福，二是为了祈愿太祖保佑大晋江山万年。是吗？是。拿来，给哀家看看。帝家谋逆，论罪当诛。
陛下能留承恩性命，承恩心存感激。你真的是这么以为的？是。帝家的罪孽，承恩只希望用余生能还清一些。哼，你这孩子倒是懂事啊。看来这岱山的水土，确实是比靖南的水土要养人呢。子渊，这不是你，你怎么可能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？将军，你在这里守了一天，发生了什么？您为何如此失神？我亲眼看见他对太后卑躬屈膝。他本不应该回京的，他不知道要面对什么。将军不必过于忧心，太后到底是后宫之主，行事……冷北，你不了解太后，也不知道她曾经都做过些什么。我自幼长于她膝下，可如今连见她都不愿，不敢。你没事吧？无妨，只是在太后寝宫外跪得有些久了。先进屋吧。为什么擅自进宫？太后的旨意来得急，我找不到你，又不敢耽误。你可以躲起来，可以装病，可以等我回来之后再做打算。可那是太后，是京城中最有权势的女人。太后可以给你荣华富贵，却也可以让你悄无声息地横死在宫中。那就算我受伤了，不是还有你保护我吗？帝家有8万将士，尚躲不过天子之怒，我不过一介匹夫，护不住你。母亲，母亲，我入京时看到别的侍卫剑上都有这个，我就想，别人有的东西，你也要有。你每日深夜才睡，就是为了编织此物？嗯。我身世孤苦，直到上了岱山遇见了你，才算是有了亲人。我病了是你照顾我，我想摘挂到树上的风筝，是你背着我。就连我第一次来月氏，害怕的不知所以，也是你安慰我。我不知京城有多大多危险，但在我小小的世界里，你就是无所不能的英雄。母亲，我可以一直依靠你，对吗？
古余年果然不肯死心，太后对帝承恩接连刁难之事，背后看来似乎也有他的影子。只是古婉莹声势渐微，怕已成定局。那是因为他在选妃乱局之中早无优势，哄得太后支持又如何？牵扯到国本之事，那韩仲远必然会慎之又慎。若非北秦公主参选，他说不定更忠于你。可韩仲远却净做官虎斗，将压力和纷争都推给他人，倒是为难了那位好储君。因此我约他明日赴宴，再试他一试。这个不妨先熟悉一下如今各朝臣的动向。太子选妃果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这些动作，包括左相，本不足为道，但却可能逼得帝承恩去铤而走险。太后显示对我不满，太子迟迟不来见我，我不能再等，我必须主动出击。今日我需出门一趟。母亲，我现在有几分像他？形似，神却不似。这世上哪有不会变的人啊？听说安宁公主小时候也是娇滴滴、怯生生的，现在不也成了豪放不羁的将军吗？那可是岱山10年呢。他们该不会奢望还能赢回一个骄傲如初的嫡子园吧？无论如何，你踏出这扇门要面对的不是我，你自己要小心。母亲，我知道，这世上我再也遇不到比你对我更好的人了。靖安侯府到春天便会开满海棠花，太子殿下甚是喜欢。殿下，帝小姐都已经下山了，你为何还要继续收帝家的东西啊？她昨日被祖母叫去刁难，我不能再坐视不管，必须要表明态度了。那殿下这回要亲手把礼物交到她手上？殿下，帝家家主的字画被一位姑娘看上了。姑娘？不会又是安乐姐吧？嗯？冒昧打扰，此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，不知姑娘可否将它相让于我？此字对我来说也意义非凡，乃是我姑祖母亲笔所书。若是殿下喜欢，承恩可以忍痛割爱。不必，子渊，此物本就是要送你的。子渊，你头上的海棠花很好看，依稀还是靖安侯府旧时的模样。殿下，陛下已经赐名承恩，你以后就不要再叫我子渊了。哦，也好，以后我便唤你承恩。殿下，这位就是你心心念念10年之久的帝家小姐吗？哦，这是温硕，你们之前从未见过。早就听闻温公子大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殿下，要不你们先聊，我
我在外面候着。好。若是禁言还活着，应该和文公子一般大了吧？你之前将禁言托付于我，是我没能照顾好的。是禁言无福，我没能看他长大，与殿下无关。但寒夜，如今帝家只剩我弟子元一人，你认为我还能当你的太子妃吗？殿下，我们久别重逢，可否送承恩回家？自然。殿下慢走。殿下，您可算出来了。安乐姐他们怕不是在凌香楼等着急了，咱们赶紧过去吧。殿下，今日难得见一面，承恩已是心存感激。若是殿下有事，承恩便不再叨扰。无妨。文硕，你找人给他们赔个罪，说我有事，不能赴宴。哦，好。太子哥哥平日从不迟到，怎么今日去采薇轩去了这么久？想必在这席上有他不敢喝的酒，不想见的人吧。大人，太子殿下今夜不来了。为何？殿下在采薇轩遇到了帝小姐，随后便送她回府了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原来在这采薇轩才有殿下想见的人呀。下次再见到殿下的时候，应该是要喝他和帝小姐的喜酒了吧？安乐，我始终相信你和哥哥才是良配。至于紫园，你无需过多介怀。你放心，我既然能拿出这3万水师来求太子妃的位置，我定然不会轻易放弃。今日有些乏了，这酒留着下次再喝。好。殿下，刚见到的那位，真的是你口中常提起的帝子元吗？我怎么看着不太像啊？他的眉眼确实是记忆中紫园的样子，可他的性子竟让我生出陌生的荒谬之感。跟安乐姐一对比，是不是更显得她不合殿下眼呢？荒唐！文硕，你最近可有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吗？小时候啊，我小时候染过一次风寒，去了半条命。在那之后，我5岁之前的事都记不太清了。我只知道后来遇到了殿下。记不得就算了，以前的事无关紧要。那既然是无关紧要，为何殿下迟迟放不下帝小姐？殿下与帝承恩在采薇轩的事，已经传得京城中人尽皆知。众人都念及他10年的圈禁之苦和殿下数10年的执着，都感叹2人缘苦情坚。他在赌局中已经名列第一。那批新到的古玩是怎么回事？是穆青送出的消息。你先下去吧。你不是说过帝承恩越受人瞩目，我们在京城的身份就越不容易受人怀疑，也会越好行事吗？为何你现在看起来忧心忡忡？
问题是，这并非我布的局，他已经脱离了我的掌控。区一个孤女罢了，成为不了我们的变数。可她在寒夜眼里是帝家唯一的后人，你觉得以寒夜的聪慧，时日一长，他会看不出破绽吗？不过，这也未必是件坏事。舞弊案和江南水灾案之后，古余年在京城的势力一落千丈。如果他想东山再起，也只能全力谋划着东宫妃位。如今北秦公主未到，帝承恩的声势最大，再加上10年前的旧事让古余年有所忌惮，我们不如这个时候除掉帝承恩，再嫁祸给古余年。不可，我们的刀要对准敌人，而不是无辜之人。既已入局，哪来无辜之人？他帝承恩今日能算计寒夜，明日就会为了太子妃之位算计你。他本就是无辜之人，是我们把他卷入这局中。如果他非要争这太子妃之位，那也是因为我们把他逼到了这一步而已。但人心叵测啊！你想想，当年帝家就是把江山让给了韩家，但最后还是落得满门抄斩。自古都是一将功成万骨苦，你心疼他，那谁来同情帝家8万人的冤魂呢？若我为了达到目的而牺牲无辜之人，那我和韩仲远又有什么区别？就算我的复仇能够成功，我父亲他也不会开心的。好，这一步我可以按兵不动，但如若日后他再有扰乱我们计划的动作，我绝对不会饶了他。放心吧，有明熙哥哥坐镇，还有我任安乐出马，我们的局岂是他区一个帝承恩能够破得掉的？我叫任安乐，我是来当太子妃的。就是不知道任大人还能坚持多久。我能坚持到当太子妃，那我是不是离这里又近了一些？来世再相互，一生一诺，情深又怎能不负？愿一次相拥换百年孤独，别是我今生。陛下，看来真是京城所至，今世为开啊！你心心念念的画作也快画完了呀。你要是有这觉悟啊，如今就应该在房间里面好好读书。快去！我这不是怕你心情不好，特意过来陪你解闷。去！哎，你推我干嘛呀？我就是过来陪陪你嘛。书，哎，我都读完了。陪你一会儿，哎，陪你一会儿。快点儿！差一点画成了他的模样，只是可惜，他不是子源。太后娘娘，北秦公主已经进京了，陛下安排安宁公主明日去接待莫双公主。安宁自小与我亲近，可自打10年前生了那场大病后，就与我格外生分了。她是公主，本不应该去戍边。她喜欢自由，就由着她吧。只要人能平平安安的就行了。你说这北秦公主刚来，就溜到了集市上？据说这北秦的公主是听闻咱们大境的集市热闹非凡，所以才想出来看看。看来你对我的话倒是上心啊，竟特意打探消息。北秦此番求亲，细想着实扑朔迷离，
属下当然要尽力去查探。等接到了他，再试口风。哇！冷北，属下失职，还请将军责罚。将军，你是安宁公主？你是？我是莫霜。早知道是安宁公主来接我，我就不出去了。安宁公主，你不要生气，我请你吃糖葫芦。我不吃这个。那这样吧，那边有点心摊，我带你去那边看看。我们将军素来不喜与人接触，还望莫霜公主不要介意。对不起，公主，我是习惯与人亲近了。那请公主带路吧。嗯，好。真好吃。莫霜公主买这么多点心，都自己吃？我一个人独吞好像是不太好啊。那这个给你，安宁姐姐，这是给你的。谢谢。安宁姐姐，你不知道，我有个哥哥，年纪跟他差不多大，而且啊，特别凶，所以他一说话，我就吓得忍不住照做。还是安宁姐姐厉害，你呀能镇得住他。哦，对了，安宁姐姐，这大境还有什么别的好吃好玩的？这大境嘛，你不必关心大境风物，那些落花秀、花灯节，还有几个月才到。哦，安宁姐姐，你是心情不好吗？那要不然我来替安宁姐姐解忧吧。将军，你心情又不好了。我只是不能接受，他是北秦人。你们看，这两个哪个好看？嗯，就这个吧。喏，我特地买了龙凤配的糖画送你们。什么龙凤不龙凤的，糖就是糖。可是有什么消息啊？太子妃赌局，莫霜公主有人下了重注。看来又多了一位强劲的对手啊！得找时间见识见识这位北秦的公主才是。哥，我不是让你在北秦等我回去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不是哥哥，你让我来大境嫁人的吗？难道是有人假传了我的书信？哥哥，就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不行，我还是只想陪在哥哥你身边。哥哥虽然不能每天都陪着你，但是我一定会保护好你，绝对不会让你嫁给大境太子的。啊？因为这个大境太子啊，很丑。哦，那好，我不嫁，我听哥哥的。其实政治啊，都是靠实力说话，和亲只是下策。算了，国事复杂，
你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。博士莫霜的确不知道，但是莫霜知道明天是内城大集，肯定很热闹。不许去。街上人多，危险。可是安乐姐姐约我去的。我听那个说书的人说，她又会剿水匪，又会破大案，她这么厉害，肯定能保护我。任安乐？他想干什么？公主，这是朝中大臣们送的礼物，真的？我看看，这是左相送来的，好漂亮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左相安排。任安乐钟情于当今太子殿下，殿下却对那帝承恩痴情不已。如今帝承恩在岱山上被囚10年，近日与太子殿下在采薇轩前相见，二人是执手相看泪眼，叫人不胜唏嘘啊。可听说北秦公主也来了，这太子她还能凌驾于2国利益之上。这不说太子妃说到底是殿下，肯定是没戏了呀。殿下喜欢，其他人也没办法呀。那选妃宴没悬念了。哎，父亲，你听到了吗？殿下眼中心心念念的人，就只有我，帝承恩，不是帝子元。我只看到在殿下眼中，你只是帝承恩，不是帝子元。那有什么要紧的？现在殿下眼里就只有我。我失去了10年的自由，这些是我应得的。母亲，你的眼里也只能有我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见安宁公主。她又是接待北秦公主，又是重压任安乐的。若她能改支持我，我离太子妃之位就更近了一步。安宁，子元，我是承恩，你可千万不要叫错。承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了这么久，迟迟也见不到你。今日在采薇轩见到殿下，便想着来看看你。太子哥哥对你的执着只关乎承诺，你也不要多想了。我知道，隔了10年，许多事情已经物是人非了。就像太子殿下看我的眼神，也如你一般陌生。安宁，有件事情，我想请你帮帮我。何事？在太子妃之事上，助我一臂之力。陛下如此折辱你，你还心心念念着太子妃？安宁，我真的不想再回岱山了，无依无靠，生不如死。岱山上的10年真的太苦了。对不起，这10年，我也不敢想象你是怎么过来的。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，至少我们现在还像以前一样见面了，不是？子元，不要再卷入皇家是非了，好好的活着。莫霜的背后有北秦，古婉莹的背后是我的皇祖母，钟景的背后是江南望族，可你的背后又有什么呢？可是任安乐呢？他不也是一无所有？任安乐，
任安乐的背后有3万水师，他是可以和太子哥哥并驾齐驱的人。你是吗？原谅我对你说了狠话，因为我绝对不能再让你陷入险境。安宁，你不帮我，有人帮我。一介罪臣之女，在岱山上关了10年，仅靠一道遗旨就能够入围选妃之列，还是大热人选。侯爷莫急，她如今没有帝家军撑腰，一个孤女，就算在这京城，又能苟活到几时？我得到消息，帝承恩经常上街，街上车多人多，让她出个意外并不难。因江南与科考之事，陛下对我颇为厌烦，朝中重臣更是不少落井下石。如果此时动手，岂不授人以柄？侯爷所言极是。来看一看啊，胭脂水粉。小姐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小姐，这个真适合你。糖葫芦。姐姐带你们去那边好不好？好。糖葫芦。够了吗？够了，可以回去了。母亲，你看，这些小朋友，还有那些姑娘们，她们多开心啊！这里哪有什么危险啊？你说，如果当初我没有上岱山，会不会跟他们一样幸福啊？不会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这里看起来美好，但实际上危机四伏。母亲，难得出来一趟，你就开心一点嘛。我知道，你在岱山上陪我囚禁了10年，你心里也不好受。我哄你开心，你却总是不领情。但是我知道，你会永远陪着我的，对不对？走吧。哇，安宁姐姐，不得对将军无礼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只是想给你们个惊喜嘛。北秦公主竟生得如此娇俏可爱，我初见时也吓了一跳。你是任安乐，和画本里描述的一模一样。只见那任安乐一袭红衣，纵马而来。不知这3万水师比不比得上公主的聘礼啊？你们大晋的女子真是一个赛一个的厉害，我喜欢这里。你身为北秦的女子，见惯了风沙，想必应该也是骁勇善战吧？其实我除了吃什么都不会。我哥哥才厉害呢。安宁公主，小姐，我们查到街口那边新开了家酒铺子，10里飘香，我先去买上2坛，离开市还有一段时间，等我买完了我们再会合。好。
安乐姐姐，你快去快回，我还想听你讲那个下江南的故事呢。我先去了。那个安宁姐姐，我们去那边看看，那边好像有很多好玩的。啊，那个。约我的人怎么还没出现？穆青，我听说右边街口的点心铺是京中第一，可是要排很长的队，我走的有点累了，你去帮我买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任大人，您怎么得空来小店？来，请。随便看看，殿下你去忙吧。好，那任大人请随意，请随意。你是任安乐？正是在下，我是任安乐。未曾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帝小姐。你认得我？帝小姐名声在外，谁人不识啊？帝小姐这10年在岱山上过得可还好？山中寂寥，日日伴我的只有晨钟暮鼓、青灯古佛。不过好在有太子殿下送我的一些新鲜小玩意儿，不至于太过寂寞。这10年来，你辛苦了。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此来采薇轩，我还有别的事情。任大人，失陪了。请问，救命啊！走！护着他。你没事吧？走。你没事吧？多谢任大人救命之恩。任大人，多谢任大人出手相助。你今日究竟为何来采薇轩？京城中，我能来的地方，也就只有采薇轩了。算了，此地很危险。既然你的人已经到了，就先赶紧回去吧。多谢了。谁派你来的？千月阁，你还好吧？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刚刚在街上突然有人给我这个，我便回来了。
怎么了？到底是谁要杀你？我不知道，这京城中，我只认识2个人。我走不动了。我们叫马车回去。既然画不出模样，那倒不如不画了，又何必暗自神伤啊？骆大人，你这走路悄无声息的毛病，看样子是不打算改变了。这京城若连我也改变了，你便连个追忆往昔的人都没了，那该多无趣啊！骆明星，我从未想过，10年之后，被我日夜温习的他，竟全然不复当年模样。也是，岱山上的囚禁之苦，我身为太子，岂能感同身受？无论他变成什么模样，他都是嫡子园。听太子这意思，任安乐的3万水师，你是打算辜负了？骆明熙，在京城里，这番话也只能对你坦诚。我确实对任安乐心动了，但身为储君，最难以做到的便是随心而活。这一生，紫渊要什么，我都会给。他所求远比我所求要重要。你明白就好。殿下，不好了！我听院叔说安乐姐受伤了。怎会如此？立刻备马。是。天气寒凉，你这孱弱多病的身子，还是不要到处乱走了。殿下，快走吧。寒夜，你终究还是口是心非啊！你别走！我早就说过，在京城里面不安全，以后除非必要，不许出门。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要杀我？此事不宜声张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这远水阁，在我的身边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到你分毫。见过太子殿下。怎么会在京城受伤啊？这么胡闹！无妨，就是从马上摔下来了而已。以你的功夫，怎么会从马上摔下来？莫不是有人对马做了手脚？院叔去查了，好像就是马病了。不过殿下如此关心我，倒是让我更加确信，殿下的心到底是为谁而跳了。荒唐！伤哪了？哎呀，腿好疼呀！如果殿下能够将我抱到榻上就好了。院叔，院叔，院叔去给马请大夫了，不在府上。殿下，见死不救可是有失君子风度的哟。
姐姐，我听说你受伤了。墨霜公主都来看我了，我这今天可真热闹。墨霜公主，在下寒夜。你是寒夜，大靖的太子殿下。你也太风度翩翩了吧！你们大靖的男子都这般风度出众吗？啊，墨霜公主，这话你可说错了。普通的男子哪会像太子殿下这般英俊呢？任安乐，当着北清公主的面不要胡说。对了，安乐姐姐，你的伤严重吗？不严重。哎呀，就是我的手受了点小小的伤。任安乐，哎，有点困了。哎，殿下，你送墨霜公主回去吧。那好。安乐姐姐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请吧，公主。真不愧是太子殿下，这么有君子风度，让你送就送。大人，属下无能，都是皮肉伤，不碍事。别忘了我给你取名的用意。我细心打磨你，不是为了让你受伤。放心吧。对外我会称你生病了，你可以安心养伤。今日到底怎么回事？属下得到消息，说钟义侯意欲刺杀帝承恩。事出紧急，属下来不及汇报，我便独自前去阻拦。我赶到的时候，沈大人已经到了，是他拦住了帝承恩。那你这伤是怎么来的？属下是去追刺客的时候受的伤，但是最后他们都悉数自尽，无一活口。以后没有我的同意，断不可擅自行动。帝承恩死便死了，他的命值得用你的命来换吗？对了，大人，还有一事。等你伤好了再说。是。好好歇息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受伤了也不注意，真当自己是铁打的。不碍事的。你忘了我以前初学骑马的时候被马冲撞的次数还少吗？那时候不是有我在你身边吗？那也不能一直想着这一世都让明熙哥哥来护着我呀。我问过袁术了，那马根本没病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在你眼里，帝承恩他真该死吗？我们所行之事，
一招不慎就满盘皆输。我不可能让他破坏我们不好的局。若不是苑琴及时来报，说帝承恩可能会有危险，怕是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剑下的亡魂。我在现场捡到了这个。你是怀疑我派人去杀帝承恩？此时我还没有告知寒夜，是希望你能够对我坦诚。10年了，帝承恩可能已经不受控，但是我复仇，万万不可伤害其他无辜人的性命。这个世上哪有不非一兵一卒，不流半点鲜血就能胜利的战争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跟寒夜一样天真了？明熙哥哥，你我都非常清楚，我帝家蒙冤而死，不是死于战火烽烟，而是死在他人的阴谋诡计之中。我就算要为我8万将士洗刷冤屈，我断然不可用这种方式来成全我自己。你累了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小姐，骆大人怎么了？哥哥，你怎么……嘘，小声点。哥哥骗人！哥哥几时骗你了？哥哥就是骗我了。大靖的太子殿下，明明就长得很好看，根本不像哥哥说的有那么丑。你见过大靖太子啊？我觉得大靖太子长得好看，也是好人。我现在已经不那么着急回北秦了。你不能喜欢寒夜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他是好人啊。双儿，这大晋暗潮汹涌，哥哥一个人保护不了你的，你就听哥哥的，不能喜欢太子，更不能嫁到大晋来，好吗？你的帝承恩毫发无损，我的人却身受重伤。这笔账你打算怎么还？对大人有所隐瞒，是属下的错。属下愿用自己的命来偿还。你的命？你的命早就是骆家的了。更何况现在你有了在意的人，你的命一文不值。他不过是个无知的可怜人，对大人而言，微不足道。正是因为他无知，所以我才让你给我好好看着他。如果他给我乖乖听话，我便让他继续活着。是。你记着，只要他安分守己，他想要的，我可以帮他得到。一旦入局，哪有什么真正的自由？身为妻子，终是无法挣脱布局人的掌控。任大人，林郎，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？任大人，刺杀帝承恩一事与骆大人无关，是忠义侯的刺客要杀帝承恩。这件事都是我自作主张，大人不愿跟你解释，可林郎不想看到你们一直误会下去，从而生分了。